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每个人的身体上面都有一层保护罩，这个保护罩从我们出生开始到我们老去，都会一直伴随着我们。中医当中有一句话叫做"正气内存，邪不可干"，也是形容这一层保护罩的。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都熟悉的免疫能力啊。这个免疫能力啊，其实现在有很多人啊都处于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活性期，就是你的免疫能力啊是比较弱的。但凡有一些外邪，比如说进入到你的身体当中，你的免疫能力打不过它，那么就会导致身体上面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小问题。今天咱们这个视频干货满满，教你怎么样去快速的把你的免疫能力提高起来。大约用时1个月到1个半月的时间，你只要跟着我的方法去做，你会发现你的身体强强壮壮的，你的这个保护罩也会变得更加的坚固。那么咱们免疫能力怎么提高呢？一般来说有2种方法啊。第一种方法就是通过运动。我们说的运动不是普普通通的运动，一定要满足以下3点。第一个就是你的心率保持在100到130之间。第二个就是你的腿部能够持续发力10到15分钟左右。第3个就是你的身体上面的毛孔要微微打开，最起码练完以后不能出现手脚还是冰冰凉，额头后背要微微的往外出一些汗。满足以上的运动就是好的运动。像我以前给大家分享的，比如道家的踏云步，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动作，或者是在家的一个超慢跑，又或者是我们很多人都见过的太极拳，都是很好的养生、提高我们自身免疫力的一些动作。这些动作大家可以没事的时候多做一做。但是在这里，大伟一定要提醒大家一点这个运动一定不能过度，因为你只要超过你身体所能承受的极限，不但你的免疫能力上不上来，反而会在未来的3到5天，免疫能力会进入到一个下滑，一个快速的下滑过程当中。过了3到5天，你的免疫能力才能慢慢被提高起来，这个已经被现代的医学所认可。所以呢，大家记住，运动不要过度。好，运动呢说完了，其实运动只占3分，还有剩下的7分靠什么呢？就是靠我们去吃吃上面其实非常的重要。你想要整个身体棒棒的，那么你的吃上面一定要做足了功课。但是在这里，大伟不搞复杂化，教你经常每天去吃一种东西一种食物。你按照大伟的方法去吃，吃上一段时间以后，你就会发现你的身体你的脾胃你的免疫能力都往上提高了不少。那么这个食物是什么呢？就是山药。大家听这个名字山药，为什么古人给它起名字的时候不叫山草不叫山棍给它起名字叫做山药这个山药你只要会吃会选，那么你就能让你的身体得到一个很好的补充。其实山药它的选择是多样性的，不要看我们看到的，比如说粗粗的一根，它也叫山药；细细的一根，它也叫山药。其实山药的产地不同，它的大小不同，吃进去的感觉其实也完全不一样。所以为什么大伟告诉大家，吃山药你首先得会选，选完了以后你才能去吃。山药呢是药食同源，所以咱们选山药一定要选择铁棍山药，不要去菜场买哪种就是那种大大粗粗的那种山药，那种山药很便宜，而且量产。那种山药呢，它其实达不到我们讲的药食同源这样的一个帮助。那我拿个图片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呢是我帮大家做了一个图片，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不用看上面是哪些山药你只要记住了，山药一共有3种。第一种呢是我们讲的就是大大粗粗的菜场常见的这种你看这样的。这个呢就是我们讲的菜山药，菜山药很大很粗，然后吃到嘴巴里面口感清脆。还有一种山药是什么呢？稍微细一点的淮山药。最好的是哪一种呢？就是你看这样的铁棍山药。你不要看它上面有这么多的字什么什么沙土的小白的，不用管，你就选择铁棍山药去吃选择铁棍山药。为什么我们要选择铁棍山药呢？因为铁棍山药它的周期很长，对土壤的要求也非常的高，所以呢物以稀为贵。最重要的是铁棍山药它含有的一些微量元素，包括黏蛋白的含量、多糖的含量都是非常高的，所以呢铁棍山药是很具有什么呢？药食同源的一个属性。有很多朋友说大伟你讲了山药怎么选，那你说山药怎么去吃很多人喜欢把鸡汤，一只老母鸡加上山药混在一起，再加一些红枣或者放一些枸杞就煲一锅汤吃一吃。这种吃法好不好呢？
这种吃法太补了啊！就是你如果说你的身体啊，比如说平常都没有问题，哎，吃这么难得吃一下还是不错的。但是你想要持续的把我们免疫能力增强，哎，这种吃法就不靠谱了，因为你不可能每天你都吃这个鸡汤，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吃呢？有2种方法，大伟分享给大家啊。这2种方法大家一定要记好了。第一种是什么呢？铁棍山药加上木耳，再加上那个虾仁，把这3样混在一起。那么铁棍山药呢，其实它可以帮助我们增加免疫活性，而且呢，对于我们这个小管道里面的一些斑斑锈锈啊是非常好的。第二个呢，木耳呢，对于我们它首先维生素含量就比较的全木耳是很有营养价值的。其次对于我们身体当中小糖糖比较多的，也有着很好的降糖糖的作用。第3个呢，就是虾仁。虾仁当中大家都知道它的蛋白含量非常的高，这3样配在一起可以说是绝配。你也不要吃多，一周做4次，3到4次就可以，直接清炒。炒完了以后，什么酱油调料都不要放，撒上一点盐，直接吃，味道保证鲜鲜美美。好了，讲完了第1道做法以后，第2道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准备一个小碟子，把山药放进去，加入适当的一些红枣，你也可以再加入一些小枸杞，都可以放在小碟子当中，直接大火清蒸，大约5分钟到8分钟的时间。然后呢，这个拿出来以后这个山药你吃到嘴里面是糯糯的、脆脆的，非常的舒服。咱们小朋友如果感觉自己的脾胃不好的，或者大人感觉脾胃不好的，你可以蘸着一点糖去吃，这个味道也有了。也可以直接把它吃入到嘴中，但是呢，它味道会欠缺一点。这2个做法呢都是非常实用的。你按照大伟的这个方法，先从运动上面稍微抓起，每天10到15分钟的运动。再加上咱们这个山药的选材用料，选好了材料以后，按照大伟教你的这个做菜的方法，你坚持一段时间，你会来感谢我，因为你在坚持过1个月以后，你肯定能感觉到你的脾胃状态变好了，因为山药本来就能有一个养好我们脾胃的帮助。其次的话，你坚持去吃，你会发现你的免疫能力，你身体当中的蛋白质含量都会往上去提高。这个饮食也被称之为万金油饮食你按照这个方法去做，身上的元素都能得到。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希望这个视频的内容可以帮助到大家。如果大家感觉讲的比较好，对你有帮助的话，别忘了给视频点个赞。我是大伟，在别人那里或者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现在很多人都意识到了免疫力的重要性，而且很多人都开始想要尝试锻炼去强壮自己的身体。但是特别是中老年人出门不太方便，所以呢，在家里面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运动，怎么样提升自己的身体的能力。今天我来教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动作，这个动作可以说是强身健体当中最适合大家去练的，不仅可以去循序渐进的提高我们的免疫力，而且对于心肺不好的，对于心血管不好的，都能带来很大的一个帮助。咱们今天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一定要把它收藏下来，同时大家做完以后感觉不错的，在视频下方评论有用2个字。好了，我们马上来教给大家这个动作怎么去做。这个动作叫做超慢跑，曾经风靡一时，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所谓超慢跑，其实就是模拟我们跑步的一个姿态大家看起来是不是挺简单的但是这里有2个要点，大家一定要做好了。就是第一个我们在做这个跑步动作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脚尖就是身体一定要把这个力量压到我们的脚尖。就是大家你看在做这个姿势的时候你要有一种什么呢？脚趾尖点着地往下发力的感觉，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脚趾抠着地。你看，比如我的力量往前，一定要是什么呢？完全把我们的脚抬起来，然后用我们的脚趾点在地上这个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就是通过我们这个力量的过渡去锻炼我们的脚趾，深层的刺激我们脚底的一个反射区，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做动作要连贯起来，大家看一定要稳不能就是说很快，你看这样去做，它就没有什么作用，一定要稳你不要以为这样去做的话，它就对自己的身体达不到锻炼的效果。其实恰恰相反，你动作做得越稳，你看，比如说我2个腿之间，你看过渡的越稳
啊，它对于我们身体的要求啊，素质要求越高，锻炼的效果越好。所以呢，我们刚开始就这样啊，寻找脚趾间抓地的感觉，来回的做啊，你看。好，我们就这样啊，可以做60下为主，做起来是非常累的啊，千万不要以为很轻松，慢慢的啊，在双腿很稳的情况下，把速度加快啊，稍微加快一点啊，不用很快，大概就这样的速度啊。做完以后，你会发现你的脚趾、脚底、小腿啊都会发酸，心跳微微加速。这个加速的感觉就是在于，就比如说讲话啊，不是很累，也不是很喘，但是你能感觉到心跳有一些加速。这样的效果是最好的啊！我们就这样做60下啊，左右腿算一下，60下为一组，每天做上一个3到4组就可以了。就这样轻轻的跑步，非常的简单啊！换一个姿势给大家看一下，大家可以打开视频以后啊，跟着我一起去做，寻找一下这样的感觉，非常的好。好，今天这个动作啊就教给大家，大家日常当中啊在家练一练。同时呢，有什么心得啊，也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我是大伟，今天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同时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没有关注的点波关注，没有点赞的给视频下方点个赞，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欢迎大家观看方圆经络法，里面每个动作啊都是百里挑一的好动作，真正意义上做到一招灵，让你自己在家也能解决掉身体上面的小问题。咱们今天啊给大家来教一个混元搓捻法。这个混元搓捻法啊，是道家的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动作，它有着很好的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正气，帮助我们啊促进我们身体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气血循环，并且呢，像身体比较弱的或者有亚健康状态的，都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啊强化我们的体质。这个动作啊非常适合40岁以上的人去做。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都知道啊，人到了40岁以后啊，这个肾气啊就开始走下坡路，整个人的身体呢和年轻的时候比起来啊，是一天不如一天。所以呢，我们通过这个动作啊，就可以很好的改善我们的体虚啊，让我们的体质啊变得越来越好。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啊，直接来讲这个动作怎么做。为什么叫它混元搓捻法呢？它其实啊是把我们面上的整体的一个经络啊给打通。咱们都知道啊，脸上啊有很多的啊一个反射区啊，对于我们的啊五脏六腑啊都能带来很大的帮助。所以呢，每天早上咱们洗完脸以后，就把这个混元搓捻法用一用，正好手上啊去涂抹一些啊润滑油或者是香啊，在脸上擦一擦，用这个混元搓捻法做一做。好了，我们先说第一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啊叫夹耳朵啊，手啊你看从两侧夹着耳朵往下拉，看就这样。手指打开，夹着我们的耳朵，顺着我们的面部往下拉，每天50下，1、2、3、4，看一下左右都看一下，5、6、7、8、9、10，要夹到什么时候为止呢？就是做完以后啊，你感觉按面部这一块啊，都感觉热乎乎的啊，非常的舒服。这个时候就做完了啊，50下。然后呢，我们开始搓脸啊，看好啊，以鼻子为一个中线啊，我们看1，搓着手啊要往上去推，看1、2、3、4、5、6啊，往上去搓。大家做的时候啊，最好是什么呢？洗完脸以后啊，手上涂抹些香啊润滑油，我们前面之前讲的啊，就这样去做，这样呢就能既能不伤脸的皮肤。同时呢，还能让你啊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啊，我们就这样去搓。搓的时候啊，不要太用力啊，你要有这种力慢慢渗透进去的感觉。正常情况下是我们比如这样做个30下，然后反手，你看，反手再这样过来30下，啊，这样的话，我们整个脸部啊都被搓开了。我们搓的时候切记啊，很多人喜欢搓脸是什么呢？这样去搓，上下去搓，这样搓是不对的啊。我们正常去搓，应该顺着它这个脸部的一个经络打开，平着过去，手往上看，平着过去，手往上推一下，1、2，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为什么最后要加个手往上推呢？其实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它这个脸部啊，随着时间的这个流逝啊，年纪的增长会下垂，对吧？所以我们在往上推的时候，这么一推一顶，就是让我们的经络往上提一提啊。所以呢，这个动作它每一个细节啊都是有讲究的啊，大家一定要做好啊。这个动作就是2套连成啊，就是先夹耳朵，然后再搓脸，这边30下，反手30下啊。
这样的话，一套动作就完成了。每天早上用个3分钟时间去做，你会发现你的体质越来越好。好了，今天就是我们所分享的方圆经络法里面的混元搓脸功。那么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我是大伟，谢谢大家。